失恋后，我一不小心和灵隐寺工作人员弄得有点不清不楚。顾蕊，你有脸蛋有身材，刚升了总监还买了房，我要是有你的赚钱能力，早就包养个听话的嫩肉小可爱了。一个失恋而已，下一个才最香。电话那头，好友开启花样夸奖式的安慰，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交往了4年的男友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了拜拜。蕊蕊，对不起，咱们还是做朋友吧。你这几年发展的太好了，我压力真的很大。比起一个女强人，我渴望的还是温柔平凡的居家小女人。老实说，有时候看着你我都硬不起来了。Excuse。 一杯杯的马提尼入口，我眼前的光景貌似有些变幻，随后整个人仿佛深陷热浪之中。第二天，揉了揉还有点痛的头，本以为是老天安慰失恋的我，昨晚的一切都是一场弥补的春梦而已。直到我终于看清了身边那个陷进去的床铺，才意识到一切并非梦境。浴室里有浅浅的水声，那人应该还没走。我瞟了一眼床边的垃圾桶，看见了已经拆开的方形包装袋。不幸中的万幸，看来对方应该是个职业玩家。我暗自舒了一口气，好在随身的包包里还有刚取的现金，我都抽了出来。扫了眼搭在床榻上的男士衬衫，居然是个牌子，看来对方应该是个头牌了。匆忙撕掉酒店的便签纸，我写了几句话，并把钱都扣在了上边。害怕对方临时加价，我只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门。我打着哈欠，坐在向家驶去的出租车上，还没仔细回想起昨晚的事，电话就响了。顾蕊，你昨晚又干什么去了？一大早就不在家。手机那边是母亲熟悉的咆哮声，震得我下意识地远离了屏幕。妈，我加班了。和老妈斗智斗勇的我，早已练就了撒谎不打草稿的本事。别忘了，周末要陪我去灵隐寺里祈福，这次是主持做的法事，你三姑好不容易花大价钱才约到的。面对母亲的虔诚，我只能在内心呵呵。都什么年代了，这种糟粕神棍居然还能堂而皇之的骗钱，到时候不许拿加班的理由糊弄我，听见没有？我知道了。终于安抚完了母亲，我也到了目的地。好在今天只是要去工地视察，要不然被同事看见我连续2天没换衣服，又该有闲话传出来了。就在准备掏钱的时候，我才又回想起昨晚的事。钱包早已经瘦身成功，我的心在无声的流泪。话说，我连他到底有没有腹肌都没有看到。原来传说中的打水漂就是这种感觉。周末的灵隐寺人山人海，去往停车场的路，车子堵得那叫一个水泄不通。妈，我就不懂了，你们非要来这儿做什么？人死如灯枯，与其做这么贵的法事，还不如多烧点金元宝呢。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父母这辈的虔诚我真的不理解。佛门种地，你小心说话。老妈一脸凝重，眼神里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之情。我又不是吃斋念佛之人，佛祖听不见我说啥。蕊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三姑也插了嘴，一起数落我的大不敬。去年我邻居在这儿做姻缘阵，年底他儿子就结婚了。那么灵吗？要多少钱啊？嫂子，比起儿女的婚姻大事，那点钱都是小钱。中年妇女团在我的车上越聊越热闹，甚至决定一会儿上山就要去咨询下具体的信息。主要是新来的主持很厉害，极有慧根。我听说了，约他做个法事可难了，要看缘分的。而且呀，听说他是带发修行，只为佛缘，不度修为的。不就是个不专业的神棍吗？还大师。我小声的嘟囔，生怕被家里人听见。想我一个建筑师还能客串泥瓦匠，他一个和尚却连头发都不舍得剃。呵，现在的骗子真是太好干了吧。在经历了艰辛的3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穿越了人潮，成功登顶。几位施主请偏厅等候，我们主持马上就到了。小沙弥上了斋茶，然后就退下了。僧侣们很快拿着做法事的东西摆好了阵仗。妈，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啊？5万，我出了一半，你奶奶家那边的亲戚出了另一半，我强憋着才没将那口茶吐了出来。想我一夜春梦就花了5000，结果我妈更狠，做场法事竟然就被骗了5倍。看来乱花钱的恶习，我是从她这里继承的，无疑了。嫂子，师傅来了。三姑和老妈急忙起身，朝着门口迎去。大师，今天是我哥哥10年祭，劳烦您了。本是寻常事，施主无需多谢。这大师的声音听着好年轻啊，而且还有点熟识，怎么回事？那位逆着光，我只得站起身来，朝他走去。待我终于看清对方的脸，忽的就从脑子里冒出2句词：披锁袈裟罩上身，鸭子也能装佛祖。我好牛啊，花了5000睡了个当代唐僧。母亲和三姑跪在蒲团上，虔诚地祈祷着，我却被一双大手拽着，拉扯到一旁的偏厅。微信，扫我。对方拿出了手机2维码，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一身袈裟的和尚居然让我加他好友，这画面真是无比的诡异。我不是说了不要联系吗？而且我也付钱了呀。真是的，要是叫我妈知道我把个和尚睡了，真怕她接受不了我被佛光普照的事实，直接晕过去。我不是鸭子，你加我，我把钱还你。咦，我没听错吧？还有退钱的好事儿。我审视着眼前的男人，
判断他的话里几分真假。半信半疑的，我扫了码。是你答应给我钱的呀，佛祖可看着呢。知道了，你可闭嘴吧。他皱着眉，很快地通过了我的申请验证。再次回到母亲身后的时候，我的零钱里多了5000块。果然，出家人不打诳语，只是犯了色戒。下山的路上，我一直在笑，真是当代奇遇记，我居然睡了个和尚。嫂子，我就说这灵隐寺不错吧？你看小蕊来的时候还一脸要死不活的，现在整个人神清气爽的，乐得都合不拢嘴了。三姑看着我一脸傻样，自顾自的揣度。怎么，你这丫头还有心里真有收获呀？妈妈也好事儿，跟我打趣道。可不，收获可大了，失而复得5000块，谁能不高兴呢？上苍有好生之德，主持有渡人之心。佛法无边，佛法无边啊！看来一定是我老爸在天之灵，帮我好好治这个小神棍。你骗我妈钱，我就骗你身子，两不相欠。从灵隐寺回来之后，我以为事情都过去了，就没再理会。直到我发现了前男友恋爱的事实。纪念爱你的第一个100天，妈妈看着小号朋友圈里前男友秀的恩爱，暴露了一个我之前就怀疑过的可能。原来我居然是被绿的，那个小号我200年也没上啊，估计前男友也忘记删除了，才叫我看见了这一幕。我们两人总共分手才1周左右，这边秀恩爱却已经有了100天，劈腿实锤了。就在我思索着要如何唾骂的时候，一条刚刚更新的朋友圈引起了我的注意，背景是在灵隐寺，内容是佛法宣传会。对了，我是用小号家的那个和尚前男友秀恩爱的画面还在脑海中浮现，我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我要是有你的赚钱能力，早就包养个听话的嫩肉小可爱了。好友当时安慰我的话又窜了出来，花钱找鸭子的事我是不想做了。不过嘛，鬼使神差的，我给那个和尚发了个在麻的表情包。很快我得到了回复，什么事？一想到他穿着袈裟刷朋友圈的模样，我竟然直接笑了出来。大师，晚上有空吗？做什么？想跟你重温旧梦，彻夜研究佛法，没有迟疑的。我把心里的邪念悉数告知于他。你是疯了吧？大师，既然你已经破戒了，那就继续沉沦吧。俗话说得好，你不入地狱，我也要拉你入地狱。想来也是神奇，我到现在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却在微信上百般挑逗。大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邪念，求你救救我吧，怕是文字的力量有限。我还发了一条语音给他。今晚盛唐如园 A 区3栋 B16，9点半不见不散。点开 QQ 音乐，我从我喜欢的列表里找出了一首老歌。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结是缘，脑海中全是带着迷雾般的幻念。那个和尚的脸竟然和青蛇里的赵文卓重叠在了一起。不知道今晚能不能等到大师来给我渡劫呢？缠绵悱恻的琵琶音下，我第二次拥住了那年轻的身躯。不同于上一次的模糊，这一次的感觉清晰的足以让我能感受到每一寸肌肤的抽搐。大师，你的6根不太清净啊！我摸上他的额角，笑得妖娆。我又没入佛门，本就是俗世之人。事后，我拧着他宽阔的臂膀，才想起来问他的名字。故事主，你终于知道要问我的名字了。他无奈地笑了，竟然还有点好看。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怎么回事？心里蓦然有点紧张。为令尊做法事的时候，我看过你们全家的信息。不到30岁，还单身的女人只有一个叫顾蕊的。他不怀好意地说着，眼里闪着狡黠的光。哼，你这个神棍就会耍小聪明。我不是神棍，只是有点佛缘，做法事的钱我都拿去布施了，也能帮你们结下善缘。对他的话，我半信半疑。这也不能怪我，谁叫他是个花和尚呢？我姓楚，单名一个轩。他牵过我的手，在掌心画上一个汉字，车马轩，记住了吗？哈哈，知道了，快放开呀！痒痒，掌心的细碎感觉沿着身体在蔓延，叫我忍不住地笑出声来。你怎么像个小孩似的？看着我毫不遮掩的表情，楚轩的脸上扬起一丝温柔而又迷惑的笑。听你这口气，感觉你像个老头子一样。对了，你多大呀？成年了，但是没到30。他微微地转过头，给了我一个没什么营养的答案。你这说的跟废话一样，19到29都是没到30，但是两者能一样吗？我有预感他肯定比我小，毕竟我也已经29了。可是，直到他真的把那个数字说出来之后，我还是有点怔住了。上个月过完生日了，21整了，8岁，我居然睡了个小我8岁的崽子，不仅是个神棍，还是个小我8岁的。我不信，你给我看身份证。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我一下子就从床上坐了起来。楚轩见我这么大的反应，只得掏出了手机给我。我没带身份证，不过我电话里有我的工作执照，管他什么的，给我看，快点。当我又一次的放大手机上的图片之后，我确认了楚轩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脑袋里瞬间感受到了10000次的暴击。好友让我找个小嫩肉，没想到竟然叫我睡了一个比撒了嫩肉粉还要又吃的货。起来，穿衣服，姐姐带你出去吃宵夜。楚轩的眼神里充满了怀疑，但是身子还是顺从地站了起来。就在他衣冠楚楚之后，被我无情地从家里踹了出去。
弟弟，你就当你被鬼压了，世间本就险恶，出了这个门，咱俩还是别联系了呀。你怎么了？随着大门被关上，楚轩也被我彻底挡在了门外。站在冰柜前，我拿着冰块狠狠地压上自己的脸。顾蕊啊顾蕊，你可真是能耐啊，搞得起大楼，睡得了嫩仔，而且2次还都是你主动的。哎呀，死了算了。自我打发了那楚轩走后，门铃一夜都没再响过。我穿好了衣衫，准备出门去吃早餐。你要去上班吗？门口蹲着的男人抬起头，一脸无辜地看着我。楚轩还穿着昨晚的衣服，脸上有着轻微的胡渣。你不是就这么待了一夜吧？我的钱包和钥匙都在你家，手机还没电了。我回过身，果然在角落里找到了他的物件。我有些尴尬，把东西递给他。给你也是的，怎么不知道敲门呢？我看你挺生气的，就没敲。他支起身子，接过钱包。估计是蹲得太久了，他高大的身子竟然有点歪。一阵不忍感袭来，估计他也就是个初入社会的小朋友，虽然不是故意想和他有什么羁绊，但是始终是我先招惹了人家。我家里有一次性的洗漱用品，你先进来收拾一下自己吧。打扰了。我倚在浴室门边，看着他刷牙洗脸。虽然胡茬还在，但是丝毫不显得邋遢，反倒有了点轻熟的气质。该死的，不是都知道了他的年纪吗？为什么我竟然还有一股子想要扑倒他的冲动？顾蕊，活了29年，今天才发现你竟然是这样的老色批。姐姐，我不想跟你之间只剩昨晚。他透过镜子直视着站在他身后的我，听不见他到底说了什么，我只看到了他一滑一动的喉结在言语的时候上下起伏，那感觉棒极了，简直就像是在我的心脏上跳踢踏舞一般。皮包里的手机在这个时候响起，那是来自我助理的专属铃音。总监，上午的会议取消了，您不用来公司了，下午3点的奠基仪式准时举行，到时候您直接去工地就行了。总监，抱歉才通知您，您还没出门吧？助理有些歉意，我去暗自欢喜。知道了，工地见。我挂了电话，走到了楚轩的面前。午饭前我不用出门，你右手边的抽屉里还有2个小雨伞，能不能有以后就看你的表现了。楚轩的眼神有片刻的迟疑，随后把右手伸向了身后的抽屉。死就死吧，反正他这个小淫僧都不怕犯了清规戒律，难道我还怕吃鲜肉塞牙吗？事实证明，年轻人的体力就是好。每天回家我都已经是累得半死了，楚轩却能做好家务，顺便再亲自颠上个4菜一汤。你不应该吃素吗？我啃着肥鸡腿质疑着楚轩。现在是下班时间，我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自从跟他在一起后，我着实长了不少冷知识。譬如，和尚真的是一门职业。以前经常看到的那种年薪100万、公休半年的神奇招聘，居然都是真的。他上半月休半月，6险2金，待遇比公务员还好。不仅如此，因为会做法事，收入简直可观到啧舌。你是唯心主义者？我不信奉鬼神。那你还在寺庙里干活？人们来拜的从来也不是佛祖啊。楚轩给我夹着菜，语气温和地说着那不堪的真相。只是他们内心的欲望而已，我竟然无言以对。明天要吃什么？我提前买好。我明天晚上有安排了，估计很晚回来，你也去忙吧。我不以为然，直接回了话。什么事？工作吗？还是约会？他关心的还挺多。家里安排的相亲。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楚轩的话让我有些惊讶，我抬起头，正对上他惊愕的双眼。怎么了？相亲而已，我又没说我要去打劫。得到了我的首肯之后，他的表情彻底变了。相亲？那你跟我算什么？冷不丁的听见楚轩这一问，换我愣住了。自从那天之后，他偶尔回来过夜，也会给我煮饭收拾。但是鉴于年纪，我觉得他应该也不太会认真。一段开心就可以继续的关系，不需要承诺和束缚。分开的时候也可以彼此体面，尽量搜刮着脑海里的中性词藻，才拼凑出了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答案。说白了，就是长期炮友呗。真是的，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也不懂得委婉，说的那么赤裸裸，还怎么继续？抱歉，我没有胃口了，你自己享用吧。这次楚轩倒是走得干脆，手机钱加车钥匙一样没落。望着关上了门，我才明白他好像貌似真的生气了。搞什么？他不是认真了吧？第2天的相亲进行得并不顺利。我不知道是因为楚轩的关系，还是我原本就没看上对方。总之，我的表现糟糕透了。顾蕊呀，你马上30了，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会在幼儿园打人了。电话里传来母亲的咆哮，我眯起双眼，远离屏幕。妈，我这边就要开会了，先不跟你说了啊。工作永远是推诿父母最好的理由，反正我是屡试不爽。顾总监，为什么不让我转岗？你是不是针对我？一个窈窕的身影冲了进来，连门都没敲。真是的，我上辈子估计是个渣男吧，要不然怎么一大早的就有这么多女人对我不满？李秘书，你的实习期还没过，现在不能随便转岗。眼前的女子是我手下的实习生，贼难搞。相对比火辣的相貌身材，她的工作态度真是差强人意。哼，我看你是公报私仇吧？我挑眉，只感觉她好像有点什么大病。你就是嫉妒我，看不得我好。
李秘书，如果你觉得我有违不公，可以去举报我。哼，不用你狂，你不让我走，我有的是办法。他气哄哄的，就像只河豚一样。李小河，现在是上班时间，你最好立刻回岗。老实说，他在公司挺有名气的，貌似外号就是直男斩。但是那帮直男知道他们心中的小甜甜女神，私下里却是母老虎一般的模样吗？顾蕊，你别得意，我告诉你，谁笑的最后还不一定呢。怪不得小辉哥看不上你，你这个女人真是嚣张跋扈。我打断了他的话，只摘取了其中的重点。你认识甄小辉？是啊，不行吗？我瞟了一眼李小河的手，心里明白了些许。你认识谁是你的事，但是开除掉一个实习期闯入上司办公司的员工，那就是我的事了。我的手压在内线电话键上，眼神冰冷。哼，李小河前脚刚走，我就拿出了手机。呵呵，甄小辉，原来你是兔子啊！老娘的窝边草，你吃的是真香啊！失掉一个没眼光的渣男，并不可惜，但是被一个跟你有仇的下属压制，属实憋屈。顾蕊，到底怎么回事啊？近郊的工程你明明都快做完了，怎么忽然就派给我了呢？这项目马上就到出成绩的时候了，我不想抢你的功劳。没事，冯哲，等你回来，我们好好交接吧。挂断了蓝牙电话，我一个人倒在了方向盘上。李小河的姨父是我们公司董事，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学历不够，他依然能进来实习的原因。公司内部都知道的秘密，只有每天跑工地的我不清楚。大不了就辞职呗，女汉子还能被绿茶婊给干倒？不对，人家可不是绿茶婊，人家是皇亲国戚。左耳边传来了敲击玻璃的声音，我却懒得抬头。半个小时前，我早就停在了自己的车位，根本耽误不了任何人。可是敲击声并没有小，甚至我还听到了男人担忧的呼唤。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我难以置信地扭着头，看见了楚轩焦急的脸。他怎么在这儿？经过那次说不清是争吵还是分手的争执后，他就没再联系过我。别敲了，我好着呢。摇下了车窗，我只想安抚下楚轩。一双温暖的大手伸了过来，扶住了我的双颊。呼，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晕过去了。他蹲下了身子，额头抵上了我的，微微有些潮湿。不会吧，这天气这么热吗？他居然流汗了。顾蕊，你上次说的话，我同意啊。我上次说什么了？望着楚轩肯定又带点委屈的双眼，回忆慢慢回到了脑海。一段开心就可以继续的关系，不需要承诺和束缚，分开的时候也可以彼此体面，俗称炮友。半晌，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同意，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相反，因为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接连的打击让我的心忽然生出了一点脆弱，或许我真的需要一个拥抱了，尤其是美男子的温柔熊抱，而且还是不需要负责任的那种。自从那晚达成共识之后，我和楚轩的相处自然了许多。周末，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孤儿院。轩哥哥，你真的带女朋友过来了？她好可爱呀！小布，这个要叫蕊蕊姐姐，来，你们认识一下。蕊蕊姐姐你好。你好，小布，这是给你的水彩笔，听说你要过生日了，祝你生日快乐。原来他上次说的不是都是真的，他竟然一直都有在捐款和做义工。孩子是不会演戏的，他们之间的熟络那么自然。我对楚轩的好奇又深了一层。你21就出来工作了，那你到底念了几年书啊？我在猜测楚轩过往的境遇，试图摸索出他选择现今生活的缘由。我高一那年因为竞赛提前被录取了，结果才上了半年，我爸就让我转金融专业。我不喜欢，跟家里闹翻了天，后来更是直接选了个哲学系。毕业的时候试着考了寺庙，没想到一次就过了。以前录取随便转系，一考就中。别闹了，这不是妥妥的学霸人设吗？没想到除了一副好皮囊，楚轩倒是真的还有2把刷子。然后呢？然后我就在上岗半年后被你拐到床上，真是的，居然在孤儿院还敢开黄腔，这个臭小子当真是跟我混熟了。说的那么委屈，好像你是个未成年一样。我是成年了，可是那晚确实是我第一次。楚轩嘴上说的坦然，眼神却还有些不经意的躲闪。噗，嘴里的可乐被我喷了出来。楚轩的表情看着极度的不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连忙拿出纸巾帮楚轩擦拭，但是嘴里说的不好意思却另有所指。接触了这么久，我相信楚轩一定不会骗我。我先去个洗手间啊，你等我。看来我真的招惹错了人，一个没有感情经历又优秀的少年，居然被我这个老油子给睡了，真是天不开眼。可是我还没来得及继续跟老天爷 battle， 一个我更不想见到的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顾蕊居然跟义工在孤儿院约会，好刺激啊！李小河，你胡说什么呢？是吗？那你们不是在约会，是在干什么？那个男的我每次来都能看见，不是义工，难道还是孤儿院顾总监？你玩的挺花花呀，当着孩子的面，我真不想发火。我的私事与你无关，谁会好奇你的事啊？不过是一个大龄剩女而已。右手握着拳头，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上次的教训虽然并不能让我服气，可是硬碰硬确实没什么好处。不想逞一时之气，我转身离开后，直接就朝着门口走去。
公司临时有事，我先走了。发那条微信后，我狠狠地踩下了油门。我没勇气跟李小河硬碰硬，也不舍得和楚轩说再见。以前的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铁娘子，能搞定一切。现在的我才发现，原来只是想要一个温暖的抱抱，竟然也那么的难。我害怕李小河的闲言碎语，更害怕顾蕊，你真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再敢倦怠，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对女孩子并没有那么公平。就像是此时此刻，坐在我旁边的甲方爸爸并不关心我的图纸，只想研究我的酒量。顾小姐，再喝一杯吗？别不好意思啊，郑总，真的喝不了了，晚上还得改图纸呢。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不好意思了？我那是不愿意。你也不希望我把层数算错，害得您花了冤枉钱吧？顾小姐人美又聪明，我信得过你。我无奈地接过酒杯，与他们对饮。酒过三巡，我知道又到了他们开黄笑话的时间。上司没发话，我也不敢贸然撤离。不知道是不是和楚轩玩久了，我真是越来越讨厌这些油腻又世俗的中年人。叔本华说过，人要么世俗，要么孤独，这是最后一战后他对我说过的话。要不是被李小河看见了，估计我不会躲他躲得那么彻底。虽然也没什么未来，但至少不该结束的这么快。最终我还是选择世俗。顾蕊，你没事吧？坐在一旁的冯哲察觉到了我的异样，主动报以关心。一会儿我找个引子送你出去吧。麻烦你了。冯哲也是我的老同事了，职位比我高一级。他是公司里有名的绅士，口碑很好。没过几分钟，他果然找了借口带我离开了。走到饭店外，一阵清风吹来，我的酒也醒了一点。我叫了代驾，等下我送你回家吧。不用，我自己打车就可以。小心！见我走得不稳，冯哲搀扶住了我。就在我纠结是先感谢还是先跑路的时候，一个声音闯了进来。放开他！熟悉的檀香味传来，另一个男人的手也搭上我的肩。你是？我是知道他家在哪的人。冯哲显然没明白楚轩的话，他疑惑地看着我，捏着我的手有些用力。我知道楚轩应该是生气了。冯哲，没事了，你先走吧。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楚轩，最终还是放开了手。那好，到家了给我打个电话。面对冯哲的好意，楚轩显然是感受不到的。他还是这必须喝得酩酊大醉的工作，到底哪个才是你躲着我的理由？楚轩没跟我客气，直接质问了我。都不是。楚轩，我们之间，在楚轩的搀扶下，我根本动弹不得，只能老老实实听他讲话。我有合法收入，被认证的文凭，我有养你的能力，我身家清白，私生活干净，我有值得交往的品质。顾蕊，除了比你小点，我不知道我差在哪。况且科学表明，女性寿命普遍长于男性，所以姐弟恋才是最能白头到老的生理搭配。楚轩的眼睛明亮如夜星，在这黑夜里照进了我的心。他现在就是一只被多巴胺掌控的小老虎，分分钟都能生吞了我。最热烈的爱情会有最冷漠的结局。刚说了一句有点逼格的话，紧接着一个酒嗝马上把我树立的高冷形象撕碎了。呵呵，行啊，都会用苏格拉底来对我了。楚轩松开了我肩膀，直接将我公主抱了起来。顾蕊，承认吧，其实你早就被我影响了。夜风中，他笑得有点得意，我倒是越发的心虚，因为我竟也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又一次败在了李小河的手里。公司里的闲言碎语开始多了起来，短短1周，关于我和一公在孤儿院不得不说的往事就传遍了整个大楼，连着平日里最不八卦的冯哲都在茶水间里对我开了试探的口。那天那个男人，他是就是他。想起之前胆战心惊的躲避，看着冯哲尴尬的笑容，此刻的我反倒释然了。那个义工他确实是我男朋友，他很善良，也有正当工作，做义工是他的爱好。走出了茶水间，面对着别人好奇的目光，我仰着头走进了人群之中。原来人要想开就是分分钟的事儿。想明白了这些，我竟然疯狂地想念楚轩，我要光明正大的和他在一起，再也不想偷偷摸摸的了。午饭时分，我打了他的电话，可惜一直关机。下班之后我又开始打，这次总算通了，但是没人接听。这小子平时也没那么忙啊。带着一丝疑惑，我辗转难眠，直到3点半才睡着。顶着一对黑眼圈，我坐在早班地铁里开始翻看他的朋友圈，没有任何更新。楚轩，你会不会哪天当主持当习惯了，直接就遁入空门了？如果有那一天，我一定会提前静心养性，直到和世俗彻底断了联系。到时候我就一辈子留在灵隐寺，为世人祈福，与青灯常伴。一种不祥的感觉袭来，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小子不会真是要出家吧？接下来的3天，我一天比一天坐立难安。直到周6凌晨一过，我终于看到了楚轩刚刚更新的朋友圈。是时候告别过去了。当太阳升起时，我便不再是我了。我靠，我这边才想开，你居然要出家！我一个鲤鱼打挺就爬了起来，连妆都没化，就朝着灵隐寺开了过去。走得着急，连鞋子都没换，我愣是穿着高跟鞋爬了1个多小时的山路。
清晨的寺庙格外清静，只有几个小僧侣在打扫着地面。施主，还没到上香的时候呢，盯着一脸蓬头垢面的我，小和尚明显是被惊到了。我不是来上香的，我找你们主持。主持还没起床呢，您等下再来吧。不行，等下就来不及了。我绕过小和尚，撒腿就跑。印象里楚轩和我说过休息室的位置，我朝着那边径直冲了过去。施主，等一下呀！反应过来的小和尚扔掉了扫帚，在我身后追了过来。砰！紧闭的大门被我狠狠推开，床上睡着的人也被惊动了。我不许你出家，你六根浑浊得很，佛祖不会要你的。我一股脑地说着假话。施主，你再不放开，佛祖就要收我去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艰难地讲着话。啊！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拽着的人并非楚轩，而且由于我胡乱抓了一气，对方的串珠竟然被我勾住，紧紧地勒住了对方的脖颈。大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慌乱地松开了手，止不住地道歉。噗嗤，师兄，你还好吧？不知何时，楚轩高大的身影已在了门边。他看着我的囧样，笑得格外开心。师弟呀，我明白你为何这么急着叫我来接替灵隐寺了。看来你和这位女施主的尘缘很深啊。是啊，师兄，我还有家事要处理，寺庙里的事就都拜托你了。我的手被楚轩牵起，朝着寺外走去。才一出寺门，我就狠狠地甩开了。你干什么骗我？你要出家呀？害得我出尽洋相。顾蕊，你真不讲道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他歪着头，还在跟我装无辜。你的朋友圈写的那么奇异，谁看了都会误会啊。别人可没误会，只有你。楚轩俯下身，着迷地看着我的脸。天还没亮就跑过来跟佛祖抢人，顾蕊，你真的好大胆啊。切，佛祖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小气。而且你本来就是我的人，就在我想要伸手去打楚轩的时候，他一个低头，竟然直接把我公主抱了起来。顾蕊，咱们俩天生就是一对儿，这可是佛祖定下的缘分。你逃不了，正好我也没想逃。从山上下来后，我俩的关系也算定下了。我啥都能给你，可是你也得给我在乎的。楚轩表了态，让我给他一个正式的名分。其实他不说，我也有这个打算。谁的周末都想和男朋友甜甜的约会，而不是去和无聊人的相亲。好啊，反正你也见过我妈了，应该也不会陌生了。很快我就知会了母亲，我有了男朋友的事。他多大呀？干什么的？家是哪的呀？比我小，目前无业。家没问。楚轩说了，不管是哲学还是金融，都不是他的最爱。我喜欢数学，辞职后我还想去念个研究生，作为年长的女友，我必须支持啊。至于他家里的事，我也没那么好奇。我粗略猜测，估计是和他老爸思想不合，要不然也不会离家那么久。顾蕊，你挑来挑去，就找个这样的。老妈的不满从电话那头传来，我倒是不怎么在乎，因为我知道他不是世俗的人，我有信心妈妈一定会喜欢楚轩的。放心吧，你见过他？我见过他，在哪呀？不仅如此，你还夸过他呢。在灵隐寺啊，你还跟他说话了呢。灵隐寺那里除了和尚就是游客，我记得我就和门口卖冰棍的说过话呀。电话那头的母亲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我只得压低声音，要不然被他听到我在笑，那就不好了。想不起来就算了，反正周末在金玉酒家，你就会再见到他了。匆匆挂断了电话，我竟然还有点期待。楚轩看着我一脸的坏笑，眼神里满是担忧。顾蕊，你是不是又有什么坏点子了？没有，绝对没有，哈哈，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准备好就收丈母娘的花式暴击吧。72小时之后，我才明白受暴击的一直都是我。楚轩只是把被我歪曲的事实重新解释了一遍，就赢得了我母亲的首肯，连带着我三姑都开始幻想可以找个和尚做女婿了。小轩啊，以后一定要常来阿姨家吃饭啊。好的，妈。三姑时时抓住了楚轩的语病，激动万分。哎呀，嫂子，这孩子都管你叫妈了，还不定日子办喜事。哎呀，阿姨，不好意思，我有点得意忘形了。楚轩低着头，真有点羞涩的模样。没事，叫吧。我盼了多少年都没有个大儿子，今儿个圆梦了。虽然心里也期盼着他们能相处的融洽，但是眼见着一副我才是外人的模样，我反倒有点心慌了。趁着楚轩出去买单的空档，我偷偷开始询问娘家人真正的意见。妈，不嫌弃他小啊？哪小了？看着至少186。你三姑父是篮球教练，目测得很准的。妈，他还不到22呢。你庆幸吧，幸亏法律规定男的结婚是22，要不哪里轮得到你捡漏。妈，他可是还要念2年书的，暂时不能工作的。切，人家小轩有的是存款，而且他从小就是大奖王，没有奖学金的学校他都不会考虑的。完了，看来我老妈也被佛光普照了，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现如今，我只担心一件事，望着母亲凝重的眼眸，我知道是个母亲就会对姑爷有不满，她也不例外。你说他万一要是后悔了怎么办啊？又不能逼迫人家写保证书，真是愁死了。好吧，看来是我多虑了。做个大事的就是了不起，收割一波凡人的心简直易如反掌。反观我，
还在以世俗的标准衡量。果然，格局小了，小了呀。人家都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这句亘古不变的歪理邪说，很快就应验到了我的身上。什么？调我到市场部？我从本科到研究生都是学的建筑，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工程部效力。蔡部长，我不明白公司到底是什么意思。坐在人事部里，我看着眼前的调令，表达着我合理的不满。顾总监，这是公司器重你，想在你的身上发掘无限的可能。人事部的领导满脸的假笑，说着那些他自己都不信的官话，就像是当初把连开爱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李小河分配到工程部当秘书一样，是吗？顾蕊，作为本公司的员工，服从安排就好了，不要那么多意见。再说了，我们虽然只是盛唐的子公司，但是也是业内数一数二的。我劝你呀，有的做呢，就好好干。你也马上30了，再出去找工作，哪里还有这么好的待遇了？我强压着一口气走出了办公室，虽然心里极度不爽，但是我知道他说的都是现实。年近30，未婚未育，这在职场跳槽上并不是一个好看的履历。顾总监，其实去市场部也挺好的呀。要是你知道你新的领导是谁，估计别说是市场部了，就是保洁科，估计你都会想立刻调去呢。卫生间里，李小河犹如一只苍蝇，一直在我的耳边盘绕。这个时代拼的是关系背景，你的努力只不过是资本家眼里的廉价劳动力。拜拜喽，我的男朋友来接我了。李小河将阿玛尼的粉饼扣上，放进了他的粉色 Birkin 里。对了，忘了说了，工程部新来的总监跟你的前任同名同姓哦。科学表明，爱爱的时候不投入，会导致男友异地哦。楚轩抱着我，开着玩笑。不好意思，我在想别的事。再想别的事可以，再想别的男人，我可要打屁股了。虽然嘴上抱怨，可楚轩还是下了床。他去而复返，倒了杯柚子茶给我。乖，说说怎么了？本不想带着情绪，可是楚轩眼里的温柔叫我瞬间卸下了防备。我一股脑地把事情和他说了，然后像只小兽一样窝在他的怀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念书吧，要不然我也得每天担心那帮小学妹会不会把你吃了。呵呵，真把我当唐僧了。可不，现在的小姑娘比我年轻的时候厉害多了，我可怕那个小妖精给你勾搭走了。到手的唐僧肉，可不能让你飞了。楚轩哄了我半夜，我才安心睡去。第二天起床，我一边吃着楚轩准备的早餐，一边看着他给我留下的字条。安心去上班吧，宝宝，一切都会好的。我没太当回事儿，只觉得是男朋友在哄我。吃完了早点，我也出发向着地铁站走去。就在我思索着到底要不要辞职的时候，手机群里却像是炸了一样。天啊，听说下午要召开临时董事会，总公司要来人了。董事会这种东西不都应该提前1周决定的吗？临时要开会，莫不是公司要变天了吧？不仅如此，听说下周要入职的工程部总监临时辞退了，连带着人事部的董部长也被问责了。还有呢，原定下周公布的实习名单今早就出来了，只有李小河没通过。啊，是那个腿长胸大的实习生吗？好心痛哦。心痛啥？你看得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你呢。你不知道他舅舅是董事啊。真是的，癞蛤蟆就不配做梦了吗？真讨厌。我看着一条比一条劲爆的消息，一时间不知道要先为哪条感叹了。有生之年，我第一次觉得佛祖显灵了。果然是邪不胜正，佛祖您老人家真是法力无边啊。还没有完全消化这份喜悦，我又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我升官了，不仅仅是升，甚至说是连跳3级也不为过。我直接被调任到了总公司新成立的内改工程部，负责城内就地的相关土改工作。听说总公司的特派员通过长期接触，了解到了你的工作能力，所以特批了这项任命。这就是我从人事部接到调任的时候，对方给出的回答。科学证明，如果道理听着越扯，事实反倒越真。就像是我在董事局的会议上看见了西装笔挺的太子爷，竟然长得和我昨晚的床伴一模一样的时候。顾蕊，这条大腿你可真是抱对了。夜晚，楚轩在想爬上我的床时，遭到了我的强烈反抗，说你是不是假公济私了？没有，我发誓。接着楚轩才把事情的真相娓娓道来。其实他爸一直想要他回去继承家业，可是他本身对这个确实没多大兴趣，所以就一边做和尚，一边想以后的出路。认识我之后，他意识到作为男人，他有要负担的责任，于是乎就离开了灵隐寺。原本他并没有打算回家，因为他也害怕我知道他的身份有机会。直到看见我真的受了委屈，才冲冠一怒为红颜，清晨回家求老爸的。他说了，只有在其位才能谋其政，况且李小河的舅舅也确实有问题。你躲着我的那段时间，是因为在孤儿院遇见了李小河吧？楚轩一针见血，我只得默认。笨蛋，什么都不说，自己就知道瞎猜。其实那段时间他们动了歪心思，想偷偷处理掉孤儿院那块地儿，所以李小河才会没事就去孤儿院勘察的。难怪他那么笃定楚轩是义工，竟然是因为见过多次了。你说的对，我真是个笨蛋，但是就算如此，我也不会升得那么快啊。你举荐有功，自然得论功行赏，像是看穿了我的疑惑，楚轩主动给了我解释。啊，这也行。
况且趁我不备，楚轩翻身上了床，紧紧地搂住了我。不把你调到我的旁边，还怎么对你潜规则呢？顾蕊，我说过的，你逃不掉了，好吧？反正我也没想逃。入了职场这么多年，我得到的一切都是依靠我的努力。但是如果是被我的太子爷潜规则，那我愿意，因为我爱他呀。